5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已经有高血压一段时间，吃药控制，好像还可以，但是总是血压高高低低啊，让他很难去接受的事情，常常困扰他的事情就是头痛。这个头痛困扰他蛮长一段时间了，那所以也常常要为了这个问题，也常常要吃止痛药。那么头痛还是依然呢反反复复发生。那有一次柳暗花明的原因是有一次他感冒。这些东西症状当然依旧在，只是感冒鼻子不通流鼻水这些症状更加明显，所以他就到耳鼻喉科去看诊。耳鼻喉科一看，除了鼻子黏膜有一点点因为感冒的关系有一点水肿这个问题以外，耳鼻喉科的医师非常仔细，因为他问的不是只是问他这一次感冒的状况，问到他有头痛的情形，这个头痛的位置在哪里这个两边会头痛，还有前面这个地方也会痛，这个让耳鼻喉科的医师有点警觉性两边会头痛，我们大部分会想到的是肌肉紧张型的头痛但是肌肉紧张型的头痛很少会在前面我们的这个眉毛这附近它会疼痛的局部的点会在这里所以他就进一步仔细的再去看他那个鼻窦开口的地方。我们正常的时候，这是我们正常有鼻咽那个地方进去，然后到底下是我们的这个会厌软骨声带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透过内视镜可以看清楚很多的一个东西包括从鼻子这个地方进去以后，我们往鼻窦开口的那个地方去看的时候，发现开口那个地方正常应该是比较开阔的，这个都肿大，而且有点点发炎的那个情形，这个是鼻窦炎所以这是一个慢性的鼻窦炎。那大家也想说，慢性的鼻窦炎，你理论上不是应该有那个鼻涕颜色味道，然后鼻涕倒流咳嗽等等的一个症状可能出现？没有，这些症状都不明显，它唯一症状明显的就是头痛。所以这个鼻窦给他再进一步做检查的时候，因为内视镜就发现他开口的地方有发炎有狭窄，所以这个位置是在这里，给他做电脑断层果真这个地方跟正常这边也有点不正常那事实上在这个地方都是鼻窦发炎，所以它发炎的结果就会刺激到这里，造成局部那个地方的不舒服疼痛，包括上面的这个地方。所以耳鼻喉科的医师再进去把他鼻窦这附近给他做一些清理的动作，让他那个空气的流通鼻窦它不至于藏污纳垢，藏污纳垢的结果它就容易感染，然后造成局部的一个刺激通透性好的一个结果，这个就好了，鼻窦炎好了，高血压好了，头痛也好了。所以一个鼻窦发炎，竟然连续的引发出其他的一些问题出来，而把这个根本的问题解决，它就恢复成健康的一个状况。